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房间门外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，婆婆啪的一声推开我的门，年老枯槁的脸上凶相毕露。没听到你小叔子来了吗？还不滚去做饭！往日我必怯生生按照婆婆的吩咐，乖乖去厨房洗菜、切菜、烧饭。可惜之前那个柔弱乖顺、被欺压而不知反抗的我，已经死在了他儿子手里。我重生回了死亡的前一年。我瞧了婆婆一眼，眼睛中古井无波，仿佛没有听清她说什么话一样，继续做自己手上的事。婆婆的脸上瞬间带上愠色，声调高起来，尖叫道：“你看什么看？嫁过来就是要洗衣做饭的，你还不是靠我儿子养？装什么？”那个闹出很大动静的小叔子此刻也走过来，一双三角眼显得尖嘴猴腮，格外猥琐。他的眼睛仿佛雷达，上下扫视我，嘴里的话分外不干净。哟，嫂子，几个月不见，身材还是那么好啊！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忍不住在垃圾桶边干呕。婆婆不屑地笑了笑，怀了个女儿，可把你娇气的，还不是个赔钱货。刚怀孕的时候，婆婆对我还有几分好脸色，但偷偷看我表现，断定是个女儿后，便又原形毕露。前世我在她的欺压下，任劳任怨，将自己的豪宅转给老公，在家当免费的保姆。产后抑郁的时候，她说我矫情，带着小叔子各种作妖。但我死后，她立刻迎丈夫的小三上位，嘴里一口一口那个死婆娘晦气，一口一口一个还是我的儿子有本事。这一次重生，我一定会让他儿子、他的全家人付出代价的。闭上了眼，我将脑子里的画面驱逐干净。我冲着婆婆温和一笑：“妈，我头太晕了，今天让保姆给我们做饭吧。我怕自己放多调料，不太好吃。昨天我盐放多了。”婆婆当场变了脸色，筷子一撂，劈头盖脸的就开始骂我：“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干什么吃的？你女儿如果也这样，就是被你拉低智商的。”婆婆的脸色缓和了点，不屑地哼了声：“行吧，算你识相，反正我也不想吃你做的饭，难吃死了。”我讨好的陪笑，心里却冷得发硬。婆婆离开了，但小叔子的眼神却仍然追寻着我的房间。“嫂子，你床头那个羊雕，金子做的呀？”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贪婪。小叔子的痞流氓出身，小学没读完，一直混迹在街头当小混混，好色好财。弟，你喜欢呐？是金子做的呀，你喜欢你就拿去呀。我大大方方地说。小叔子眼睛一亮，嘚瑟地跑进来：“嘿，谢谢嫂子，这是我哥买的是。”“不，我哥真是有本事。”我心里冷笑，陈浩那个铁公鸡的秉性，他有钱也不会拿出来，何况他也没赚几个钱。小叔子捧了羊雕，经过我身边，眼睛不住地往我胸前窥视，油腻的目光让人分外恶心。我不留痕迹地往后移了移，脸上却挂着单纯腼腆的笑：“你看吧，你每多看一分，你未来付出的代价就多一分。”他离开后，我在房间内思索，前世在明星事业顶峰时，因我的老公陈浩不喜欢我风头比他更甚，于是退圈结婚生育。江心月，你看看你一个女人出去抛头露面，不丢人吗？可是在家含辛茹苦，只换来他变红之后的花天酒地。小三上门，陈浩没有钱，我把父母留下的遗产给他花，带进资本，让他进剧组，努力捧他，换来的是婆婆看着儿子拙劣的演技，还要拉踩。还是我儿子有本事，又有新剧要播出了。你看看你，就是没用。我的善良被践踏，
好心换来了贪婪的得寸进尺。我把豪宅借给不学无术的小叔子住，但当我经济危机时，打算将豪宅卖了的时候，小叔子却一脸痞气，拒不搬走。这件事变成陈浩引诱我出门，杀死我的导火索。对于他们这刚愎自用、欺软怕硬的一家人来说，退让只会助长他们得寸进尺的苗头，但正面硬刚只能换来他们暂时的蛰伏退让，终究会变成更大的恨意和报复。我重生回来，要让他们输得彻彻底底。上帝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其膨胀。我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步步得胜，实际却步步败退。我要把他们捧上最高点，然后在最高处坠下，让他们绞尽脑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，为什么惨，还要对我感激涕零。你们等着吧。陈浩晚上11点才到家，我强忍着恶心，亲昵地扑进陈浩怀里，在他的白衬衫的领口处有一个浅浅的口红唇印。陈浩很满意我的表现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女人就该有个女人样，你这样子，我才疼爱你。前世我就是被他这样暗戳戳的破洗脑了，一直努力讨好他，可是丧失了真正的自我。我的讨好也只是换来了小三上门，当着我的面羞辱我。我故作娇羞，嗲声道：老公这么晚回来，好辛苦呀。假装没有闻到他衣服上甜到发腻的女士香水味。陈浩很自然地道：男人应酬多，难免。今天晚上的饭局，场上的几个导演都想让我演男主角，可是我一个也没瞧上。我心里冷笑：啊，就你，前世为了不伤陈浩的自尊心，我从来没告诉过他，那些主动邀请他当主角的剧后面都有我的助推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才华出众，惊才绝艳，老公好厉害呀！我崇拜地说。陈浩如饕餮饱腹，还想继续装逼几句，不过我先抢了发言。老公，我挤出几滴眼泪，我家遇到一点困难，我爸妈的公司遇到了商业对手的打击，你有没有钱呀？我爸妈家里最近好像欠了一些钱。陈浩兴致勃勃的话头仿佛突然冷淡了，他不冷不热地开口：哦，是吗？我忧心忡忡地说：你知道的，我是独生女，以前你不是说最喜欢我独生女了吗？你以前在我爸妈面前说会当他们的儿子的，没关系，我爸妈的债务也会转嫁到我身上的，这就算是我的夫妻共同债务。老公，你在新闻上看到了吗？我爸妈这次欠了好多好多钱，可能在新闻上能搜到。陈浩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几分，喃喃道：都上新闻了，那欠了多少啊？不过，老公，你能力强，赚钱多，那些钱对你来说肯定是小意思。陈浩的眼里闪过焦急，急切地道：其实我也没接到几个剧本，没有几个导演找我拍。我装没听到，自顾自地说下去。我主要担心的是，这如果被那些欣赏你表演才华的人知道了，会不会影响啊？我可怜兮兮地开口：我不想影响老公的演艺事业。陈浩立马附和，叫道：是啊是啊，娱乐圈那些势利眼，如果知道我欠了钱，肯定都会落井下石，我的事业就要遭到重创了。我心里不屑，就你这名气，还事业重创？我挤出眼泪，可怜巴巴，急道：那老公怎么办呀？我眼睛忽然一亮，那老公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先离婚吧，这样债务我一个人来承担，然后我们分居，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了，可以吗？我真的不想拖累你，我说的格外情真意切。陈浩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但故作皱眉：新月，你是我老婆，怎么能大难临头各自飞呢？我装作很感动的样子，说：老公，我就知道
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不要紧，我们离婚了，以后还可以复婚呢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陈浩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我，然后试探地问：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离婚？我假意道：你昨天不是说自己这个月都很忙吧？要不我们下个月去吧？陈浩说：没事没事，我明天就没事，明天就陪你去。明天早上睡前，陈浩去洗澡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在微博小号里发了一条微博，不想因为自己家的事情影响老公的事业，决定明天先去离婚，不想和老公离婚，过段时间我们一定会复婚的。我看着我自己微博小号中为数不多的粉丝中，那个伪装成微博营销号的头像啊，吴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看到的，然后你一定会逼着陈浩和你结婚，那么陈浩就再也不可能和我真正复婚了。卫生间里的水花声传来，我心里却是控制不住的笑意。陈浩和我领完离婚证后，我忧心忡忡地问：那我们还要住在一起吗？陈浩闪过一丝犹豫：现在婆婆和陈浩住的房子是我的独栋海景别墅，风光旖旎，他们舍不得搬出去的事情应该不急吧。就在这时，陈浩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了，留下一句工作上的事情，走远了几步去接电话。陈浩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十分难看。老公，哦不，陈浩，怎么了呀？陈浩看了我一眼，强撑着道：没什么事情。哦对，你说搬房子的事情，我让我和我妈今天就搬出去，你不是说不急吗？陈浩讪道：没事没事，先分开一段时间而已。刚刚经纪人给他打电话，劈头盖脸就问他是不是要继承江新月父母的债务情况。刚刚新电影的江导说，不要找家里欠了钱的人当主角，怕成老赖，后面被曝光，影响恶劣。我失落地道：好吧，听你的。我装作忧心，但笑意在心里扩大。我当然知道谁找他，找他什么事？1小时前，一条姐你放心吧的短信发到了我手机上。我和江导说过了，让江导的小助手帮忙演这个戏，保证让这个男人离你远远的。我回复：谢谢你，姐。伯伯与阿姨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在娱乐圈，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能帮上你，我一定尽全力。回到家后，婆婆听到陈浩说要搬走，脸立刻就拉下来了，劈头盖脸指着我一顿骂，向陈浩叫嚷道：那个小贱蹄子又说什么了？陈浩看着我，脸当时有些挂不住。妈，你讲讲道理，我和你好好说。我知趣的装委屈，乖乖退下，把空间留给他们2个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房子是陈浩买的呢。什么道理？好好说什么？大别墅住得好好的，那个女的说了什么？我不搬。妈，我给你慢慢说。我走进了房间，陈浩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偶尔有1、2句，这样才能不帮他还钱。这部剧男主角肯定是我的，可以赚好几千万呢。先搬走，以后再说漏进了我耳朵中，你们就当自己聪明吧。我打开手机发送短信，这几天吊着他一下，差不多吊1个月吧。1个月以后再说江导找到新的男主角了。好，姐，我们倒是看看笑到最后的是谁。搬家公司晚上就来了，陈浩和婆婆动作真是迅速，可惜小叔子不干了，他叫嚷嚷：哥，反正没啥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就不能继续在这里住着吗？小叔子的眼睛往我身上瞟，我今天穿着紧身的黑色绸缎裙，衬出了美好的曲线。婆婆抢先发言：是啊，没事，你就住这里。婆婆侧耳和陈浩说：让你弟给我们看好这个房子，
小叔子往长沙发上一靠，看起来分外悠闲。我点点头，妈，你都说了，我自然没有意见。我进房间，迅速给几个人打电话，晚上来我家打牌。新月姐终于想起我们这几个了。哟呵，新月姐的局，那肯定得去。我唇角上扬，我请各位帮我一个小忙，我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，化上完美精致的妆。小叔子陈元此刻在客厅里看电视，脚随意地搭在茶几上，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都快直了。他那吊三角的眼睛窥探着我，嫂子，那你现在可算是单身喽？我朝他温柔地笑。晚上我叫了几个朋友一起来打牌呀，赢钱算你的，输钱算我的。陈远更乐了，看了眼时间，快到7点了。我约的人已经到家了，三三两两拥着陈远上了牌桌，听着牌桌上陈远兴奋的大叫，我内心死水般平静。坐上迈巴赫，我去了市区最豪华的米其林餐厅。我到的时候，大佬们已经都坐下了。他们说欢迎江小姐重新归来商界。我轻轻撩了撩头发，红唇雪肤中风情万种。我说我不会辱没父母传承的，这都是昔日熟悉的商业伙伴，世家交往，皆为历来。昔日我因爱放弃，今世我要全部拿回来。场面上唯一不熟悉的是一个坐在暗处的精瘦男人，他穿着贴身的定制西装，骨节分明的手腕处戴着名贵的奢侈腕表，俊朗的脸上带着商海弄潮者的胆识和魄力。有这样的人做伙伴，我很满意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陈远已经呼呼大睡了。一晚上高强度头脑风暴，和大佬们激情探讨商业热点与行业情况，让我觉得兴奋又刺激。陈远在睡梦中咧着大嘴，张着嘴巴，臭气熏天，客厅内烟灰和酒气四溢。刚才的同伴已经把晚上打牌的情况发给我了。陈远今天晚上赢了把大的，那3个人也只不过是我请来演戏的罢了。3为1，我看你陈远往哪里跑？你对于财富的贪婪，你对于不劳而获的渴望，你隐藏在血液里的赌徒劣根性，早晚送走你。陈远一连打了半个月的牌，我每天请不同的人陪他打牌，他每天都赢，偶尔可以安排一场小输，第2天是一场大赢。他在牌桌上红了眼，自诩为赌神，每天源源不断流入手中的钱，让他逐渐膨胀。对于我这早出晚归、不知做什么的嫂子，自然无暇顾及。他对于家里稳赚不赔的牌桌开始失去了耐心，认为钱太少、太慢，牌桌上终究额度有限。对于陈远来说，快乐的阈值越来越高，白天打牌，夜晚去夜总会一掷千金。他开始主动联系外面的牌桌，并且出没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我找了人安排好，将陈远出现的每一张牌桌上都换成了我的人。他的牌瘾越来越大，心越来越膨胀。他笑嘻嘻对我说：“嫂子，我是当代赌神。”同桌牌友的吹捧，服务生的谄媚，都变成助长他自负的烈焰。我终于接到手下盯梢人的短信，陈远开始赌博了。陈远，你最近去哪里玩了呀？我在饭桌上问。陈远连日昼夜不休的娱乐，眼眶附近的青黑更甚，一副纵欲过度的模样。你别管，女人就是婆婆妈妈，我可是做大买卖的人。我一本正经地说，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，你可千万别沾染毒瘾。虽然有一夜暴富的人，但是更多的是输的裤子都不剩的人。陈远骂骂咧咧，你懂什么呀？给我闭嘴呀！你想当我妈妈？女人说什么话呢？我假装温顺地低头吃饭。陈远，我提醒过你的，这是你自己跳进来的，
陈浩和经纪人这几天一直试图在联系江导，江导的小助理却很会耍滑头，一直用无可反驳的理由搪塞和拖延。陈浩心里很是郁闷。吴越在我发完微博的第2天就知道我们离婚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拉着陈远去领证了。他能成功的，我知道，因为她怀孕了，而且她说那是个儿子。我的婆婆是不会让自己宝贝孙子的血脉流落在外的。陈浩在和我离婚的第3天就和他领了证。陈浩和婆婆离开我家之后，我从没有踏进过他的新家一次。在看到吴越的微博发了结婚证的封面图后，我给陈浩打了电话：“老公，你最近怎么样呀？我好想你呀！我今天下午去看老公，可以吗？给妈带点礼物去。”我装作没有听到陈浩家里那头女士和婆婆的嬉笑声。陈浩强掩住慌乱，说：“我在外面，这几天在外地出差，家里没人。那婆婆在家吗？”“我去看婆婆好了。婆婆不是需要我烧饭吗？”陈浩急不可耐地打断：“你把礼物叫个跑腿送过来就好，其他的别管。”然后他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听着忙音，我心里一片震惊。我下午预约了医院的流产手术，之前怀着孩子。陈浩装作不记得一样。离婚的时候不带一丝犹豫，婆婆因为是个女孩，对我处处不满。现在吴越怀着崽来，那边其乐融融，我倒是想知道他们还能快乐多久。当婆婆知道我肚子里的才是男孩，吴越肚子里的才是女孩的时候，她会怎么生气？我很期待。陈浩联系江导小助理3个礼拜，对方还没有明确的回复。陈浩等不住了，小助理隐晦的回复：江导最近很喜欢翡翠，可惜一直没有合适的。陈浩气得咬牙切齿，但还是联系拍卖行，让拍卖行留意一下最近的翡翠。拍卖行的消息是有1枚翡翠玉佛，7位数。陈浩手上的流动资产不多，想来想去，主意还是打到了我的头上。你看，你住的那套房子不也还在吗？要不先卖了，垫一垫。新月，等我拿到主角后，一定马上把房子买回来。我们马上就要复婚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可是陈浩，你还真是蠢呐！手上和吴越的婚戒还没摘，还和我提复婚。我哭哭啼啼，神情哀婉。可是那套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，我没办法处理。但是老公，陈远最近不是赚了点钱吗？他昨天在客厅里和人打电话，说他赚了好几百万呢。陈浩脸色一变，好几百万？那他怎么一点口风都没和我透露？难怪最近一直不回去，一个人住在这边。原来他有自己的打算。我安抚陈浩，兴许弟弟只是还没想好和你说这个好消息呢。他1个月前赚的钱，估计想等这个月再赚一些钱，然后告诉你和妈妈吧。我微笑着道：他怎么会有好事不告诉你呢？你们是一家人呢，毕竟你们可是亲兄弟呢。我重重地咬下亲兄弟3个字。那天晚上，陈浩和陈远在我家客厅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陈远把花瓶重重砸碎在地，外面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推搡声、叫骂声，混乱一片。陈浩一口一个长兄为父，陈远一句一个兄弟分家。你个当代陈世美，你当初娶她离婚，谁不知道你的用意？你不过就是个地痞流氓，还不是借了我的运气赚了点钱，用你点钱怎么了？真是一派兄友弟恭的好场景。陈远和陈浩2人关系跌入冰点，兄弟阋墙，不外如此。哈哈，吵完架后，陈浩毕竟骂骂咧咧的也要离开，这不是他家。陈远跑上来，咚咚咚地捶我的卧室门。你他妈这女人怎么那么嘴碎呢？
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往外面说？我一脸无辜，我不知道哎。我以为你在客厅里大声打电话，不是什么不能说出去的事情。陈远呸地往地上一吐，骂道：“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，嘴上把不住风。”他骂骂咧咧地走开，碎碎念道：“我明天就搬出去，眼不见为净，一切都如我所愿。”陈浩第二天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还能不能再想想办法。我绞尽脑汁，无能为力。然后突然灵光一闪：“老公，你不是之前买了那个饮料公司的股票吗？你可以把那个卖掉。”他不耐烦地摇头：“你懂什么？股票以后会涨的，怎么能为现在缺钱就卖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听说那边公司财务造假，马上就要被曝光了，那时候股票价格肯定要跌。”陈浩皱眉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我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在他们公司做财务，前几天被裁了，他和我说的。”陈浩说：“别听风就是雨的，你那个朋友估计一点都不可靠。我很看好这个公司的。”挂断电话，我让父母抛售了一些这个饮料公司的股票，不多，也就2%，不过也能引起一定震荡了。在有心人眼里，就会是某种佐证。我继续在微博、小号里胡扯。这几天和几个大佬吃饭，听说某饮料公司做假账。我老公虽然已经离婚了，但是很快就会复婚的哦。可是买了好几百万这个公司的股票，好担心呐。吴越，我要再一次借用一下你的枕边风能力，吹一些胡言乱语的风。你不敢告诉陈浩，你是从我的微博里看到的。你一定会装作无意地对陈浩说，你有几个大佬朋友。陈浩，你还不是被我拿捏得死死的。过了几天，拍卖行给我致电，说我的翡翠被人买下了，陈浩的股票买了，我飞速买下。刺激消费的大背景下，消费品行业的股票可是香饽饽。陈浩，你引以为傲的智商，不过是被我拿捏的玩具罢了。你以为你信息多、渠道广，不过是被我层层包围的陷阱罢了。等你后悔莫及的时候，我看你会怪谁？你会怪你自己没有辨别能力，变成墙头草，还是会怪吴越，说他没眼光，说他挑唆你？这是一个很容易知道的答案。我给江导的小助理发短信，江导的小助理马上就会给陈浩发短信了吧？江导最近收到了别人送的翡翠，很喜欢，江导邀请你来一起欣赏。陈浩，看到这句话，你的翡翠还没送出去，你会不会被气得吐血呢？你刚刚卖的股票，过段时间就会涨，你会不会气得发晕呢？你有没有仔细看，那是个慈善拍卖行啊，慈善行业的拍卖，货的价值和拍卖的钱可是两码事呢。慈善二字的分量，陈浩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发现大价钱买的翡翠，半价都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崩溃吗？哈哈，比起陈浩，陈远搬走了，对于我的复仇进度拖动更快，因为追债的人不会到我家来了。陈远在市中心租下的大平层，邀请所有牌友一起来吃喝玩乐。当时嚣张到极致的陈远会不会知道这么张扬，地址泄露了，追债的找上门来，一个比一个准，千万别涉赌啊！我三令五申，每天打个电话提醒陈远，后来再打电话借口借钱。嫂嫂的房子要抵押出去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？我找个地方住啊！终于让他主动把我电话和任何联系方式拉黑了。我等的就是这个主动啊！我把那套豪宅卖了，电话换了。陈远，你主动和我断联的，那你到时候找不到我，你也没办法了。我和陈浩离婚的第57天，陈远终于在赌桌上输了个大的。澳门的赌场，赌徒们沉浸在金钱的味道中，他急红了眼睛。
同桌的赌友怂恿他越战越勇。你不过就是这一次输了。就是啊，远哥，之前的战绩那么辉煌，我们相信你可以绝地反击的。对面的别嚣张，待会儿远哥就赢得盆满钵满，叫你们好看。是这样的，隐藏在血脉中的赌徒性格，对于不劳而获的天生渴望，被吹捧到膨胀的心，该到收网的时刻了。你切断了我和你的联系，你主动和陈浩断绝关系，现在谁能帮你？你妈妈。好的，你要去找她吸血了。我仿佛预料到一片鸡飞狗跳，可惜呀，你妈现在难做主了。吴越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和陈浩相逢于微时，共患难，恋爱大学4年。毕业后以白富美之姿，新晋流量女明星，嫁给单亲家庭的陈浩。别人和我说他是凤凰男，我不听，被恋爱脑冲昏了头脑，被他的泼耗尽了独立意识。他也没抵住吴越的诱惑，年轻靓丽的小女生，一根心思就是往上爬，该伏低做小的时候伏低做小，有了孩子以后恃宠而骄，这样的野心女孩，我还挺欣赏的。她以为陈浩能给她带来资源和财富，却没想过陈浩的资源和财富是我一手在幕后捧出来的。可惜走错了道，这样心机绿茶的小白莲，现在还怀着儿子进了家。我亲爱的婆婆呀，当你被他逼得泪连连，当你埋怨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，当你被他的绿茶手段和白花形象震惊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想到你当年也是这么对待你上一个儿媳的？吴越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烧饭做家务的又是你了吧？吴越趾高气扬装绿茶，儿子不维护你的心情有了吗？你的小儿子陈远来找你的时候，吴越把他赶出家门，你能做主吗？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？弃珍珠美玉不顾的是你们呢。豪宅置换之后，我换到了隐秘的富人区，周围皆是商界大佬，往来无白丁。以前陈浩怂恿我住的江景别墅，一群二代住在那里。陈浩以为接近二代就是接近权势，殊不知那全是一群没什么用，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草包。真正的人脉，真正的圈子，真正的资源，全部被牢牢把握在创一代或者家族掌权者的手中。我又重新回到了我本来应该在的位置，重生一世。我和陈浩的果断离婚，迅速割席，父母不知经过，但知道结果，他们真的很欣慰。而我看到他们鬓角的白发，只有无尽的后悔。前世我识人不明，和陈浩一家的纠缠，伤透了他们的心。我偷了户口本结婚，不顾父母的反对，他们最终却还是给我买了江景大房子，让我住得好一些。重回这一世，我要珍惜父母，不辜负他们的期望。我日夜努力工作，奔走在会议和公司、商业晚宴上，表妹兴奋地朝我跑来：“表姐，你真的太美了！”我看着她一脸青春气息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前世，她在我的葬礼上哭到不能自已。陈远却看着她全身的丧服，轻率无辱。哟，穿着黑丝呢，勾引谁呀？笨笨的，天真的表妹，从没接触过这样垃圾的男人，气得脸发白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：“你喜欢姐姐吗？下次教你怎么化妆哦。”表妹兴奋地转圈圈。我得体地游走在商业晚宴中的大佬们之中，每个人眼里都闪过惊艳。这就是江家的大小姐，商业奇才的传说，她又回来了。眉目飞扬，笔挺西装中的男人眼里的欣赏久久不散，唇边是一种像捕猎者一样的自信，是那个晚上饭局中的年轻商业者，23岁，刚刚国外留学回来的。余家的下一任继承人，独子余书白，他的剑眉轻挑，尊贵无比，
身上自带气场，走到我身边，优雅致意：江小姐，是否有幸邀请您跳一支舞？我颔首，我的荣幸。我们俩靠得很近，他薄唇中的气息涂在我的脖颈上，痒痒的。他和我笑着谈论商海沉浮和经济规律，从社会科学谈到了人文地理。我也有来有回，真刀实枪，不惧不休。舞池中的人们看我们宛若金童玉女，分外和谐，赞叹此起彼伏。对，这才是我，江心月。我本来就是这个剧本，爽文女主。陈远被人打残了，在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被追债的人打到神志不清，邻居帮忙打了急救电话，人还没来，他却赶快一瘸一拐地艰难离开。他付不起医药费，可怜可惜，他去找妈妈了。但是我亲爱的婆婆，哦不，前婆婆，却在大儿子陈浩家充当免费保姆，在吴越的压迫下不敢有任何表示，只好偷偷摸摸塞了200块钱。就这200块钱，我听说都导致婆媳吵了个半天架。江导压根没看上陈浩，新男主角在翡翠送出后很快就定下来了。陈浩退而求其次，想谋个配角，以为自己才华横溢，又马上被拒了。更毁灭的在后头，我搜集的整整一大摞陈浩在我孕期出轨小花吴越的信息被曝光了，热搜挂了整整9个小时。吴越气疯了，公司雪藏他了，知3做3，将永远是他的标签。他气急攻心，早产了，孩子出来了，是个女孩。婆婆气疯了，吴越月子还没出就不伺候了，整天婆媳矛盾不断。我这可怜的前夫，因为是个男宝，没被封杀，只可惜他每去一个饭局，就要忍受众人指指点点的眼神和陈世美这一调侃。那个陈世美，哦不，陈浩，对于他这个自尊心强的要命的人来说，怎么受得了？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渐渐的，他闭门不出，无论吴越怎么闹怎么做，他都沉着脸，把门一关。那个家陷入中年的冷暴力和热争吵。至于我，江小姐，我诚挚邀请您与我发展恋爱关系。于书白在主动邀请我7、8次以后，对着我说，他眉眼如丝，狡黠得像个狐狸。他的眼里是对我的欣赏，对他的自信。我轻笑一声，我看着他，很认真。于先生，您是出于以结婚为目的将我纳入对象考量的吗？于书白愣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我看着他，神情极其认真。于先生，或许您以为我走到现在这一步，离异、流过产、父母不在，但是却逆风翻盘，很酷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要等待一个王子来救赎，故事才完整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有您或者没有您都一样。您出现了，帮助了我，很好。但是若是没有出现，我也同样有这样的力量，走到现在。我不需要您以王子的身份来救赎我，我是自己世界的拯救者。我起身，于先生，感谢您的好意，我先离开了。我去美国的飞机是早上10点，我在候机大厅等待着。我的背包中是世界顶级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我决定精心沉淀一段时间。远处一个人影，穿着运动服，格外青春活力，充满着年轻的气息，是于书白。他脱下了平日的西装革履，此刻才像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他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学没有谈过恋爱。他挠了挠头，十分拘谨和不好意思。我还比你小4岁，语气中这是委屈。江小姐，她的眼睛里是候机大厅玻璃中反射的蓝天和白云，仿佛一股澄澈自由揉碎在眼里。我是出于愿意与您厮守终身、彼此专一的目的，向您发出恋爱邀请的。
请问你愿意接受吗？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紧张。我低头看了眼我的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，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去买机票，和我一起去美国呀！他的眼睛亮了，声音中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年轻的少年气，叫叫嚷嚷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姐姐，也许在国外求学的日子，有个弟弟也不错呢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我是被奶奶养大的，我的父母在我13岁那年就外出打工，10年都没回家。他们每年都会定期打一笔钱给我们，钱不少，给我们和奶奶生活绰绰有余。10年间，爸妈并不常打电话给我们，他们说工作的地方信号不好，再给他们几年时间，等赚够钱就回来。我每天都期盼着爸妈能早日回家，怕他们失望。我努力读书，终于考上了大学。但是大学毕业那年，却成了我最灰暗的一年。奶奶一生节省，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。那夜，家里电路老化，发生了严重的火灾，奶奶没有逃出来，葬身在火海，而我脸部也严重烧伤，彻底毁了容。那几天，我天天给爸妈打电话，但是再也没打通。他们没见到奶奶的最后一面，甚至不知道奶奶去世的消息。毁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。本科毕业，却被各大公司拒之门外，给的理由都是不符合岗位要求。我知道是我的相貌吓人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最后还是被一家公司录用了。公司不大，也就50-60个人，工资不高，却很空闲，也很少有加班。领导人很好，在入职半年后，就组织大家去国外旅游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说不兴奋是假的。我满怀期待的旅游，却成了我永生难忘的炼狱。我被拐卖了。到了国外之后，我们被收走了身份证、手机等。这是一场长达半年的骗局。在踏出国境那一刻，我就彻底没有了未来。10几个人被塞进一辆不知名的货车，货车密不透风，泛滥着一股难闻的臭味。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枪，我们根本逃不出去。一个我眼熟的同事试图在半路逃走，结果被他们开枪打死。他们当着我们的面，将他的器官装进了特殊的容器内，运往了和我们相反的方向。处理完的尸体被他们随意丢弃到路边草堆里，这里荒无人烟，没个几年都不会有人发现。我不安地贴着货车角落，眼睛不小心与那具尸体对视，他还睁着不可置信的双眼。我再也强忍不住，不断地干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抱着手臂，牙齿死死地咬着袖口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的脑子彻底空白。存在于各大教育报刊和视频科普里的拐卖案，正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那些视频都是美化过拐卖案，现实比科普更加恐怖和绝望。我缩在墙角，眼泪抑制不住地往外流。会有人来救我们吗？会有吗？这里远离我的国家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手机，谁能来救我？绝望的气氛绕着整个车厢，我们就像待宰的猪一样，关在车厢内等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被送到了犯罪集团，那个充斥着贩毒、电信诈骗、人口器官贩卖的罪恶之地，就连穷凶极恶之徒都逃不出去的地方。我被一脚踹下了车，还没顾上疼痛，就被拽到人堆里。他们之中有不少中国人，说着普通话。这群是大学生，脑子灵活。拉去跟强哥打电话，这群没什么用，拉去医院做个检查，看看哪几个器官能卖。至于这几个，那些人脸上尽是猥琐的笑容，上面指定要了，等玩腻了再给你们送过来。他们说的话不难理解，我们这群人里
头脑灵活的被分配去干电信诈骗，年老体弱的被拉去割器官贩卖。至于那些漂亮的年轻女孩，则是被上头的人预定。之后的日子也能想象到，在他们玩腻之前，要受到多少惨不忍睹的伤害。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们，我可以去做电信诈骗，不要把我送走。那个漂亮的女孩之前是我们公司的前台，此时的她灰头土脸，神情无比绝望。她拉着那些恶魔的腿，求着他们放过她。这当然行不通，他们是恶魔，没有人性的恶魔。那两个男人一脚将她踹到地上，拿着枪指着她的脑袋，再 TM 的多一句嘴，老子就毙了你。强大的压迫感吓得她愣在原地，浑身颤抖，下体一股液体流出，她被吓得尿失禁了。所有人都自身难保，根本没人敢去帮助她。此时我无比庆幸，我毁容了，原本娇丽的面容变得丑陋无比，所以我被分配到跟着所谓的强哥做电信诈骗，要不然我的下场大概和这几个漂亮的女孩一样。我曾经在视频里见过电信诈骗，听说每个人都有任务量，如果完不成就没有饭吃，还会被打，但现在却成了我唯一能活下去的出路。我想，我努力完成任务量，只要活着，就还会有出去的机会。然而，现实又打了我一巴掌。我们一行人被带到一个园区，园区周围皆是重兵把守，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性。好好学学，这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干的活。那里坐着上百个人，每个人的脸上无光，眼神暗淡，骨瘦如柴，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淤青和伤口。他们机械地拨打着电话，说着差不多的行骗套路。为首的男人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，看好了以后，就开始接受入园仪式。入园仪式，所有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。我们被带到一片漆黑的小黑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推了进去。面对黑暗的恐惧，我习惯地寻找墙角靠着，还没等我摸索到墙角，一记闷棍突然打到我的手臂上，疼痛飞快地蔓延到全身。我被打倒在地，抱着手臂痛苦地蜷缩着，随之而来的都是无穷无尽的鞭打和各种拳打脚踢，周围的惨叫声响彻云霄。为什么？刚来就要被打吗？一切都是我太天真，他们打人根本不需要理由。在这里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。等人痛得发不出惨叫的时候，门开了，那束光照射到黑暗的地方。怎么样了？好耳熟的声音。我虚弱地躺在地上，脸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缝。强哥，都教育好了。好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惩戒，谁要是敢逃跑，下场可比今天惨多了。原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刚来的人听话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但根本无法克制恐惧。我拼命地睁开眼睛，当目光看向被拥护在最中间的男人身上时，直接愣住了。那熟悉的面貌，即使苍老了几分，但依旧被我认出。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个称为强哥的男人会是我爸？我的脑子当场死机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被人拉出了小黑屋，带到居住的地方。那是10几个人一个房间的大通铺，没有男女之分。房间除了一个大窗户和通铺以外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风扇，闷热无比。我躺在床上，身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痛。如果伤口发炎，今夜没有熬过去的话，我大概也会被拉去挖了器官，拿去贩卖吧。我抚摸着脸上的疤痕，这是一张丑陋的脸。爸爸没有认出我，我爸叫江永强，那群人叫他强哥。看样子，我爸应该不是被拐卖过来的，
甚至还会是这个犯罪团伙不小的头目。所以，我这些年用的钱，都是踩着那些鲜活的生命，赚着人血馒头来的吗？深夜里，我哆嗦着唇，在这里晚上要保持安静，要不然又要挨打的。更何况，我是这些恶魔的帮凶，这些脏钱有一部分都是被我花掉的。我拿着钱，接受着良好的教育，而他们死后却连尸骨都找不到。我有什么脸独善其身？或许毁容被送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对我、对爸妈所做的一切的惩罚吧。有种东西就叫因果报应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们就被叫起床。这里没有赖床可说，你迟几分钟起床，都要受到一顿毒打。每顿是一个馒头加一瓶水，一天2顿，没有晚饭。如果没完成任务量，不仅要挨打，也没有饭吃。超额完成任务量，那一天就会多给一个馒头。这就是园区的生存守则。我没有想好该不该和父母相认。如果相认了，能脱离这个吃人的地方吗？又或者我接受的教育让我内心煎熬？我不愿承认我有这样的爸妈。愣神之际，我的腰间突然被狠踹，整个人被踢倒在地。你个丑八怪，愣在这里干嘛？还不快干活！恶魔般的声音传来，我浑身颤抖，那是深入心底的恐惧。我不敢回嘴，快速地从地上爬起，按照他们所教的，开始打诈骗电话。但他们似乎找不到发泄的东西，继续调侃道：“妈的，谁让这个丑八怪跟着强哥来干活的？怎么没送去卖了？上头说了，这个好歹还算个大学生，等干不动了再送去卖。他们说的卖，就是将人体有用的器官全卖了，等你没有了利用价值，然后再抛尸荒野。”我哀求：“大哥，别卖我，我肯定好好干活。”那男人还想动手，门外突然传来声音：“是我爸，福子，还不去送货，在这偷懒，是想挨打吗？”叫福子的男人沈笑道：“强哥，我这就去。”听见爸爸的声音，我忍不住转过头，霎然间，他的目光也注视到我。多年未见，他变了许多，眉眼间冰冷无比，就像是注视一个死物一般。片刻之后，又收回了目光，走远了。我不禁苦笑，他已经认不出我了。今天不出意外，我没有完成任务量，最后还是受了一顿打。半夜12点结束以后，我躺在床上，不愿意移动一步。工作没做好，我连中午饭都没得吃，因为饥饿。我的腹部传来强烈的不适。今天是奶奶的忌日，我没去给她上坟，她会怪我吗？好想念她做的玉米粑粑。我抱着肚子，透过小窗看到了外面那一轮弯月，再也忍不住低声哭泣。这种日子究竟什么时候结束？突然，隔壁床传来骚动，我吓一跳，捂着嘴止住了哭声。他翻过身对着我，透过窗我看见那双睡意朦胧的双眼。那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，但我觉得那双眼睛特别漂亮。她悄咪咪地对我开口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我戒备地看着她，没敢回答。她不是和我同一批进来的人，看样子应该待了比较久了。只见她轻叹了一口气，伸出手在枕头下掏了半天：“吃吧，我今天超额完成任务量，多给了一个馒头。”是馒头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他示意我接过馒头。饿到一定程度，脑子没法思考。我连忙接过馒头，毫不犹豫地啃着，慢点吃，没水，小心咽着。他的声音带着笑意，是我这几天接收到唯一的善意。我下意识地放慢速度。我叫邱小嫣，你可以叫我小嫣。你叫什么？我思考片刻。江雨。你可以叫我小雨。其实我叫江燕之，但想到爸爸，我还是换了一个名字。小嫣没有发现我的异常，
他的眼神不像其他人一样麻木，那双眼睛带着光，非常漂亮，又充满着希望。小雨，来到这里，好好听话，才有活下去的机会，不要放弃。我吞完最后一口馒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明明自己都身处地狱，却还要腾出时间安抚不相干的人。我没有理由说出一个不字，哽咽道：“好。”后来的几天，他就像姐姐一样，尽可能地帮助我，和那群人说要带着我一起做。小烟是我们这任务量做得最好的，那群人同意了。他教我诈骗技巧，在成功开了几单，没有再挨打之后，我好像有点适应这种日子。我有问过他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在这个没有人性的地方，真的存在这种不求回报的人吗？他说，他家有个妹妹，和我很像。我笑了，这个理由太蹩脚了。我摸了自己的脸蛋，那里布满伤疤，连块完整的肉都没，谁会长得和我一样？不过我没再问，理由不太重要了。直到那场意外的到来，那是深夜。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，闷热的房间，我烦躁地翻过身，眼睛下意识地看了小烟一眼，只见她的床铺空无一人。不知何时，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睡意被打断。我揉揉双眼，轻悄悄地往外走去。这时的园区，除了巡逻队和暗哨，一个人都没，寂静无比。我小心翼翼地躲避暗哨和巡逻队，可是终归没找到小烟的身影。这里严防死守，他绝对逃不出去。正当我无功而返时，墙角暗处突然传来人声，对方刻意压低声音，即使在深夜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我好奇地走近了几步，怎么样？能不能找到那些罪证？目前比较难，他们很谨慎。我愣在墙角，大惊失色，是小烟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小烟的声音继续说道：“明天梅英会来选人试毒，我请求组织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深入。我们只有这次机会，才能打入内部。”对方是个男生，声音有点急不可耐。不行，秋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还要不要命？小烟苦笑一声，身为人民警察，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回去，别被发现了。我在转角处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一切都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。梅英，那是我妈的名字。谁在那？出来！突然，一道电筒的光照射到我眼睛，我下意识地捂住眼睛。糟糕！小烟还在转角处，我赶忙解释道：“大哥，我起来上厕所呢。”巡逻的是一个本地人，说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。他似乎看清我的面貌，嫌弃地移开灯光，手中的棍子重重地敲在我背上。他妈的，别给我整那些花花肠子，快他妈回去！我倒在地上，求饶道：“大哥，别打了，我不上了，我这就回去。”几棍之后，我的背部有种皮开肉绽的感觉，疼得麻木。他满意地看着自己打出来的作品，收回了手。此时他没有发现转角处的小烟他们。我算着时间，他们应该溜走了，我才敢站起身，撑着疼痛的上半身，缓缓地往回走。回到屋内，小烟果然回来了。她躺在床上，与我四目相对，脸上是浓浓的担忧。我走到床边，拉着她的手，轻轻在她手掌写下无事。她抓着我的手，往我手里放了一瓶药，一瓶消炎药，随后在我的手里慢慢地写着都听到了。我没出声，缓缓点点头。她继续写道：“小雨，相信我吗？”我终究还是没忍住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流。此时我郑重地点下头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一名卧底警察，潜伏多日，为了能一举将罪犯绳之以法，斩草除根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
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他摇摇头，神情从来没有如此温柔。这夜我们聊了许多，他有他的保密原则，许多事情不能告诉我，但靠着听来的墙角和一些举足轻重的话语，我大概明白了，这个犯罪集团长居在国外，不知道何时已经悄然渗透到国内，器官贩卖、电信诈骗，还有贩毒。他们在国内有巨大的交易网，就像我当时的公司一样，开着空头公司，给几十个员工发着低额的工资和轻松的工作，等待着放松警惕之后，再以旅游的借口将人带去国外。国内已经发生无数起大型拐卖事件，而邱烟，也就是邱小烟，她抹去自己的身份，卧底在这犯罪团伙3个月，却毫无进展。他从线人口里知道，高层将派人来选择合适的人来试毒，而他要当的就是这个试毒的人。此去基本上是九死一生，即使没死，这一生也要被毒品所害。这却是他接触高层唯一的机会。这夜我彻夜未眠，一闭上眼都是新闻中缉毒警察、卧底警察牺牲的画面，亦或者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几句隆重的宣誓词：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法律。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已经做好决定。我拉着小烟的手，嘱咐道：小烟，我会帮你的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，站在法律这边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好看的眼睛眯成一条线。小雨，你要做什么？放心，不会做傻事的。还有，我真名叫江燕之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屋子大门突然被打开，一群手持枪的极恶之徒闯了进来。都给我站好，谁敢动，老子开枪打死他。为首的是一个女人，梅英，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却在看见她这秒，瞬间被瓦解。等她再走向前几步，我浑浑噩噩地开口，声音是连我都没想到的颤抖：妈妈，是你吗？我是芝芝啊。为首的那个女人听见名字后，冰冷的神情软了几分，她的目光被我吸引，却在看见我的面貌时呆住了。她没有讲话。妈妈，是你吗？我是江燕之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说好今年要回来的，要回来参加我的毕业礼的。我说着我们会在电话上讲的内容，说着只有我们知道的内容，宣泄着这几天的委屈。我看着他的情绪一点点崩溃，他俯下身，颤抖地抚着我的脸。我的芝芝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1年前家里发生了火灾，奶奶死了，我也被烧伤。我打你们电话，你们都不接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打了好几个，你们都不接。后来我被公司拐卖到这里了。妈妈，带我出去好不好？我不想待着这里。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袖，求他带我出去。他的眼里是说不出的心疼。原来这样的罪犯也会心疼自己的子女吗？好，妈妈带你出去，以后跟着妈妈，妈妈不会让人欺负你。福子，江永强人呢？他闺女在这那么多天，他死哪去了？那个叫福子的男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妈用枪指着教训道：梅姐，强哥去送货了，还没回来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您家闺女啊。你他妈少贫嘴，等江永强回来了，让他来见我，我先带我女儿回去，剩下的事情你们处理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，想要往外走，我定在原地，不肯离开。她回过头，眼神温柔：怎么了，芝芝？我指了指僵硬在原地的秋烟，能不能带她一起走？她是我的朋友，我想让她陪着我。我害怕。我妈停下，没有说话。我攥紧手指，大量的汗浸湿了后背。
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行，我抬起来，惊讶地看着他，就那么简单吗？我带着小烟离开了园区，去往了更深处的地方。一路上，他一言不发，耷拉着脑袋，安静地跟着我们后面。新地方的环境要比搞诈骗的园区好上不少。路上除了有几个蔫了吧唧的瘾君子之外，再也没有当场开膛破肚的吓人场面，更多的是拿着枪，整齐有序的雇佣兵。他们对我妈毕恭毕敬，看来她在这个犯罪集团的地位不低，所以呢，被抓后会直接被枪毙吧。我被带到一间干净的房间，妈妈握着我的手，不嫌弃地抚摸着我的脸蛋，那是前几年我天天渴望的温柔，让我此时只有寒冰刺骨的感觉。芝芝，妈妈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你先回房间洗漱一下，衣服我都给你备好了。至于你的朋友，在你隔壁房间，你放心，这里没有人伤害你。等下我就带爸爸过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团聚。我乖巧地点点头，好。我妈满意的离开了。我环顾四周的环境，房间干净整洁，有空调，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像是酒店一样。我拿着放在床上的居家服，进了浴室，刚洗了一半，就听见一阵敲门声。燕之，你在吗？是小燕。我急匆匆地洗完，穿上衣服，打开房门，小燕正拿着一袋药站在门口。你背上还有伤，我来给你上药。好，谢谢。去浴室上药吧。我有些疑惑，躺床上不应该更好换吗？我转头看见他严肃的神情，聪明的我反应过来，顺从道：好。浴室的门一锁，我正要开口，小烟就从身后捂住我的嘴，别说话，有监听器。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小烟才缓缓放下手。我们蹲在浴室里，两两相望，不肯开口。你真是梅英的女儿。小烟泛着苦笑，复杂地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手上的伤疤，压低声音：警察小姐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从我第一次挨福子打的时候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关心我，帮助我，获取我的信任，然后利用我进入内部。那天晚上和你接头的就是福子吧？小烟的神情恍惚，有些诧异，我居然那么快就猜到了。其实我刚开始并不知道，都是在那个晚上不小心偷听到他们讲话，我才知道福子是卧底。那么多天，我也了解了不少。福子跟了我爸很多年，他清楚地知道我的身份，他手里有着我们的手机、身份证、护照，他能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但他没说，甚至瞒着我的父亲，一切都太顺利了，就像有计划一样。我还是不相信，这个地狱有人能不求回报地帮助一个陌生人。他没有说话，沉默了。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？或者我还需要再做什么？他欲言又止。你没有生气吗？真的愿意吗？我笑了，来到这里第一次开怀地笑了。秋烟，我爱我的父母，但也爱我的国家。我无法接受这样冷血无情的父母。法律的底线不应该被触碰，他们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而不是一直逍遥法外。要不然午夜梦回，我怕我良心不安。我盯着他的脸，一滴滴泪水从他眼角流出。他的脸上有震惊、难过，还有敬佩。燕之，你不必自责。我怎么能不自责？那些人血馒头，我吃了那么多年。所以你们接下来的计划呢？时间紧迫，没有时间再让我们在卫生间叙旧。秋烟比我更懂。他的神情立马严肃起来。后天是他们的传统节日点灯节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需要找到他们国内那些集团的犯罪名单，再偷溜出去。我问，怎么溜出去？点灯节，那时候重要的高层会带着家人去市区过节，
留守的人也会喝得烂醉。凌晨4点到5点的守卫最松懈，只有这1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钻进小树林，随着河流一直往下游跑就好。我们的人在10几公里的地方接应着我们。你有多少把握？他思考片刻。如果是之前，我成为是毒人，大概只有40%。现在有你的话，我有90%的把握。我问，我需要做什么吗？名单在梅英，也就是你妈手里。我需要你这2天偷出他们国内的犯罪证据。这件事情很危险，要是暴露了，你我大概都会丧命。我可以给你思考时间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不用思考了，我做，等我消息。我站起身，向门外走去。我们已经在卫生间耽误太久了，再思考下去，怕是要引起他们怀疑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。这个房间有监控，我亲爱的妈妈还是不相信我。小燕，上好药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晚上我妈就带着我爸来找我。我爸泪眼婆娑，7尺男人眼眶通红，不停地自责，都怪我没保护好你。我的芝芝，我乖顺地表示理解。爸爸，没事的，我们一家人能团聚就好。你来了那么多天，为什么不找爸爸？为什么不和爸爸说？我愣住了，一时间想不到回答。对呀，我来了那么久，见到我爸的次数不少，为什么偏要今天相认？我的内心警铃作响，快速地转变脸色，捂着脸故作艰难。可是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是在外面打工，没人告诉我，你们做的是这种生意。我没有演戏，而是真情实感地流下泪。爸妈，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些事？直到今天看见了妈妈，我才忍不住相认的。我拉着他们的手，恳求道：妈妈，我不要好的生活了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？咱们早点收手，一家3口团聚不好吗？此时的反应才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正常反应。果然，我爸妈的眼里更多的惭愧，顾虑也在慢慢消失。他们面面相觑，拿出那套半真半假的话语告诉我：爸妈答应你，等最近忙完了，就带你去国外，就此收手。他抚摸着我的脸，我家芝芝之前那么漂亮，不过你别担心，等爸妈干完这批就有钱了，就带你去国外做整容手术，你很快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好，妈妈，我信你。夜里，我们3人相拥在妈妈的房间，我向他们倾诉着这几年的生活，特别是那场火灾，那种打不通电话的无助感。我残忍地揭露着这一切，让他们的愧疚到达了顶峰，让他们对我的提防，对我的顾虑也消磨殆尽。深夜，等他们睡着后，我的眼睛贴上那台唯一连着外网的电脑，那是妈妈的电脑，那些罪证大概就在那里。我还有时间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睁开眼，房间里已经没有人，茶几上摆着丰盛的早餐，还有一张纸条：爸爸妈妈先去忙了，早餐记得吃哦。我揉了揉纸条，最后将它抚平，重新放回了原位。我的目光又落回那台电脑上，我环顾四周，没有一人。此时是我最好的机会，我快速地打开电脑，手指攥紧鼠标，我的胸口起伏，手指微微发抖。我一边贴着门口，一边快速地翻阅电脑，在哪里？那些东西到底在哪？最后，我在硬盘看见一些东西，对，就是这些。我激动地掏出秋烟给我的 U 盘，一股脑地将所有的东西拷贝到 U 盘里。突然，门口传来骚动，是妈妈的声音。我慌了神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赶紧将 U 盘塞进口袋。妈妈打开门时，我在摆弄着她的电脑，她皱着眉头，好似有些不悦。芝芝，你在干嘛？
我心虚地咽了一口口水，故作镇定，想奶奶了。再看奶奶的照片，电脑的页面是我早就打开的邮箱相册，里面是这几年我给奶奶拍的照片，还有一些儿时我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。妈妈看见照片后，眉头舒展开，她亲昵地靠着我，别难过了，等爸妈忙完，就带你回去见见奶奶。我点点头，好，很快我们就能去见奶奶了。怎么没吃早饭？妈妈很快就发现了一口都没动的早餐。我吃不下去，能让小嫣来陪我一起吃吗？我在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，母女刚相认，在没触碰到她底线，她总是能满足我一切合理的要求。小嫣被她带到房间，她还是和昨天一样，没什么变化，也没受到什么伤害。我总算放心地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坐在一起，无声地吃着饭。我妈笑吟吟地给我夹着菜，直到一个男人闯进，梅姐抓住条子了。我和小嫣停下筷，四目相视。我妈没抬头，接着给我夹菜。哦，是谁？是强哥手下的福子。福子，我们大惊失色，他暴露了。我妈立马注意到我的异样，怎么了？芝芝，我猛地回过神，没事，只是这个福子之前还打过我和小嫣，他怎么可能是条子呢？我露出手臂上被福子打的伤疤。我妈眼神瞬间冷了，这些条子很能伪装，既然他敢打我女儿，就没必要死得那么痛快了。芝芝，你继续吃，妈妈去就回。妈，还没等我说完，妈妈就跟着那个男人出去了。我紧张地看着小嫣，此时的她脸色没有一丝的变化，颤抖的双腿却出卖了她。小嫣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颤音。计划照旧，也是他们选择了这份职业，就已经做好了为人民牺牲的准备。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牺牲而耽误整个计划。我悄悄地将口袋的 U 盘交到他手中，东西在这了。他点点头，燕之，明天凌晨4点和我一起走吧。我摇摇头，不行，2个人一起走，目标太大了，我要留下来，给你争取时间。他还要说什么，却被我制止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留下来意味着什么。我妈是高层，却不是最大的掌权人。留下的背叛者只有死路一条，连我父母都护不住我，但又有什么办法？我的良知必须让我这么做。处理完福子，也到了点灯节，确实有不少的人坐上了去往市区的车。凌晨4点，在守卫看不见的死角，我与小嫣告别。她第一次哭得那么难受。江燕之，你等我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等我。我摸着她的头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快走吧。她没有耽误时间，轻松地翻过墙。对不起了，秋嫣，我要食言了。此时的园区只有几个留守的高层和我的父母。送走了秋嫣后，我往回走。此时，我的爸妈正坐在院子里，一脸冷漠地看着我。芝芝，你去哪了？我出奇的冷静，四处走走。是吗？你那个朋友呢？秋嫣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我妈恨铁不成钢。你知不知道，秋嫣是另一个条子？你快交出她，我可以向老大求情，饶你性命。我笑了。妈妈，如果当时就知道我这几年全靠这些人血馒头活着，我恨不得当年就死在那场火里。我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成为你们的女儿。我说着残忍的话，刺激着他们。我妈气得要上前打我一巴掌之时，突然间出现一声巨响，一时间周围火花四溅，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妈妈，大概忘了吧？我大学之前学的是弹药工程专业，后面为了好就业才转了金融专业。我早就发现了周围的那些炸药，让我们一起下地狱，给无辜的人道歉吧。
大火已经蔓延到我们的院子，爸妈想拉着我一起逃跑，我却死死拉着他们，来不及了，没有人能跑出去。爸妈对着我咆哮：芝芝，你就这么恨爸妈吗？我们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爸妈，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。大火还在蔓延，烟雾呛得我说不出话，我感觉身上好疼，被火烧得好疼，就像那天晚上一样。爸妈已经被烟呛得昏迷了，熊熊大火肆意地吞噬着我们。真好，这个地方终于被毁了。希望我做的一切能让秋烟有更多的逃生机会。我是一个卧底，潜伏在犯罪集团的卧底。本来以为我们的机会万无一失，却被一个聪明的女孩识破了。她是那个犯罪集团高层的女儿，却被意外地当成普通人抓进来。卫生间内，她的话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。她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却有一对惨无人道的父母。如果她出生在普通的家庭，我们应该会成为一对特别好的朋友吧。他非常配合我们的行动，将集团的犯罪证据交到我手中。点灯节的凌晨，他送我到墙角。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却忍不住地丢下承诺，让他等我。那天夜里，我跑了没多久，却听见一声巨响。当时大火四起，我转过头，那是他给我制造的逃生机会。我不敢回头看，我拼命地跑，不管后面有多少只野狗在咆哮。我沿着河流一直往下游跑，我终于将罪证交到了组织的手里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国内的那些集团被一网打尽，而那个女孩的生命却永远葬在那场大火中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